新帝登基，百官敬贺。江辰本是根基不稳的太子，淑仪是和我联姻后得到孟家支持，帮我坐稳太子之位。我本以为从此能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却不料一场隐忍多年的报复就此展开。陛下，这是何意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孟家恃功而骄，意图谋反，即刻起，孟氏诛九族。待我坐稳皇位，必不负孟家。江辰，你背信弃义，我杀了你！爹爹，我帮你。江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抬头看就明白了。知云，那个贱婢！知云是东宫的一个宫女，我和江辰订婚之日，她偷偷给江辰酒里下药。我为了江辰的储君前程，调换了酒杯。这酒不对劲，火，身上好大一场火！大人，您怎么了？不要吓婢子。蚩尤，别走，我等不了了。这是命，奴婢认了。淫乱宫闱，给我正婢！后来那杯酒被侍卫喝下，两人背着太子颠鸾倒凤，被皇后杖责而死。可我不知道，他是江辰心中的白月光，更不知道江辰暗暗记恨，认定是我毁了他的清白，害死了他。还记得知云是怎么死的吗？今天是朕登基的日子，也是他的忌日。朕要你尝尝和云儿一样的痛苦。娘娘身子真白，比宫女更肤如凝脂。娘娘，你可别想着自尽，陛下说了，也尝着呢。孟家举全族之力助江辰登上金銮殿，可他却因为一个奴婢，一灭孟家九族，把我赏给阉人玩弄。陛下说了，也尝着呢。孟家举全族之力助江辰登上金銮殿，可他却因为一个奴婢，一灭孟家九族，把我赏给阉人玩弄致死，我死不瞑目。这是3年前我和江辰的订婚宴，我重生了。淑仪，怎么了？殿下，孟小姐，请用酒。笨手笨脚的，连个酒杯都端不好。这是呈给太子殿下的酒，赶紧再倒满。前世我只当知云这个贱婢毛手毛脚，为了江辰的名誉，并没有为难他，却不料他和江辰早已暗通驱促，妄想给江辰下药，阻止我们的婚事。这一世，我不仅不会阻拦，还要成全你们。殿下，今日宾客尽欢，臣妾敬您一杯，愿殿下得偿所愿。孟淑仪对我果然一片痴情，今夜之后，孟府的兵权便能为我所用，再也没人能动摇我的太子之位。淑仪，我的心愿便是和你白头偕老。江辰，这可是你小情人的佳酿，一定要好好品尝。淑仪，这酒……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殿下酒量浅，喝醉了，奴婢扶他出去休息。滚开！本殿下不需要你管。殿下，奴婢只是担心您的身体。关心我？你一个贱婢也配？淑仪，她只是我身边从小服侍到大的贱婢，烦人的很，你别跟她一般计较。
江辰，为了得到孟府的支持，你真是煞尽苦心。确实，他低贱得很。我是将门嫡女，他只是仰仗男人保护的奴才，所以我偏要继承。既然这么关心太子，不如我把太子妃的位置让给你做。你什么你？下次说话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。奴婢也敢跟主子抢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这东宫的娘娘。淑仪，殿下心疼了。我是心疼你的手，打这种剑臂只会脏了你的手，何必呢？还不快滚！留在这儿丢人现眼吗？奴婢不服！你说什么？出身没得选择，奴婢虽然低贱，但一心关心殿下，难道也有错吗？孟小姐，你恃强灭弱，欺负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奴婢，你担得起将门之后的名声吗？好一张颠倒黑白的嘴，可惜他以为江辰是他的靠山，却不知江辰急需我孟家做靠山。贱婢，你也不看看自己身份，胆敢顶撞孟小姐，跪在这儿好好反省。淑仪，别让这贱婢坏了心情。我看来他已经快克制不住了，这一世别想再脏了我半分。今日是我们订婚大喜，罚跪就免了，立刻带太子去休息，务必照顾好殿下。奴婢多谢孟小姐开恩，奴婢一定好好照顾殿下。孟淑仪，你还真是个蠢女人。只要我得到太子的宠幸，你便是当上太子妃也会受一辈子冷漠。不行。江辰果然心机深沉，这时候还想避开之云。不过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？还不走？好好享受这最后的狂欢吧。你怎么对我下药？差点坏我大事！殿下，你要允儿看着你和别人亲密，不如杀了允儿。我又何尝允儿只想和殿下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又何尝不想？只是孟府。殿下，不要说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们也配？锁死了才好抓呀！娘娘，不好了！娘娘，不好了！马上就是太子妃了，怎么还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回娘娘，太子酒醉，被身边的奴婢带去休息。臣女去太子寝宫看望，却不见人影。臣儿酒量浅，你怎么能放纵他饮醉呢？要是出了事，你有几个脑袋？愣着干什么？快叫太子！江辰，你们不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这么多人来观礼，你肯定很满意。咦，今日东宫大喜，宫殿大门怎么会上锁？莫非有歹人藏在里面？不会要害殿下吧？来人，把门给我撞开！不好，来人了！殿下，你是未来的皇上，还用在乎别人眼光吗？你懂什么？正因为我是太子，这事才不能传出去，不然身败名裂，我太子位都保不住。娘娘千金之躯，不宜涉险。臣女出身将门，先替娘娘进去查看。我已锁好大门，他俩出不去，肯定躲起来了。出来！你们怎么会？那是太子殿下，那个宫女啊，这不是白日宣淫吗？殿下，今日我们订婚，你怎能背着我宠幸宫婢？叫我和将军府以后如何抬头见人？大胆贱婢，竟敢勾引太子，犯下秽乱宫闱的大罪！来人，拖出去杖毙！殿下救命，奴婢不想死。母后，
不是知云的错，是儿臣情难自禁。你对这个贱婢倒是情真意挚，可你既然爱她，就不该利用我。你想护着她，那你就得承受代价。那我呢？我在殿下眼里算什么？难道我还未进门，就要先多一个妹妹吗？云儿，母后，儿臣求您给知云一个侧妃之位。要是母后不答应，儿臣绝不起身。逆子，逆子，都退下！淑仪啊，臣儿是一时糊涂，男人嘛，总经不住狐妹子勾引。你们两小无猜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娘娘，他毕竟是未来的一国之君，不能总跪着。臣儿，还不快起来！我倒忘了你们母子连心，江辰倒行逆施，反倒要我低头认错。好啊，那我便看看这一世没了的帮扶，你们娘俩能走多远。娘娘，我与太子是皇上定下的婚事，太子能否娶侧妃，臣女做不了主。这样吧，明日臣女和爹爹去金銮殿上听圣上的旨意。淑仪，淑仪，母后，不好了，那个贱人要去父皇面前告状。谁让你管不住裤裆，现在怕了？把头抬起来！你是太子，将军府是臣，你父皇是分得清的。倒是那孟淑仪仗着是将军府嫡女，没大没小，有人压一压她的威风也好。这侧妃，本宫允了。那个太子不是良人，还没进门就让你受这种委屈，不如把婚退了。娘，就这么退婚，太便宜他了。淑仪，你想做什么？那可是太子，未来的皇上。那又如何？陛下还有几个籍贯的皇子，皇位就一定是他江辰的吗？老爷，你不是怕了吧？我戎马一生，战功卓越，可以说没有孟家，便没有这江山盛世。如今我女儿被当众羞辱，我还怕什么？淑仪，你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。我要把昨晚的事宣扬出去。陛下最看重皇室名声，太子淫乱宫位的事传开，陛下肯定不会护短。孟小姐，不必去了。本皇子一路走来，发现昨晚之事已经传遍京城。四皇子，昨晚之事，皇后肯定会封口，怎么会这么快传遍京城？难道是他？这事儿很快就会传到父皇耳中，也不知他老人家会气成啥样。四皇子若是以为能借此扳倒太子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传闻这位四皇子文武双全，是皇位有力的竞争者之一，所以他这么做应该不是帮我，而是为了皇权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权势。孟小姐，接下来是要去金銮殿告状吧？如今民意沸腾，父皇一定会替你责罚我大哥，以后东宫没人敢与你争宠。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太子妃的权势。陛下，如今坊间都在传太子殿下德行有亏，竟然在未婚妻面前与宫女白日宣淫。混账东西！身为储君不知检点，简直把皇家的脸都丢尽了！立刻传他过来。陛下，陛下，老臣戎马一生，只求女儿平安顺累。如今太子当众羞辱小女，老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解除婚约。爱卿快起。那个逆子怎么还没到？父皇，儿臣想对知瑜负责，有什么错？母后都答应了，等淑仪进门，就让知瑜做侧妃。他比我想的更蠢，只不过一夜春宵，居然敢因此而顶撞皇上。孟淑仪，我们青梅竹马，你连一个侧妃都容不下吗？又是退婚，又是惊动父皇，非要这么闹？混账东西，还不跪下！父皇，儿臣没错，为什么要跪？孟府虽然执掌兵权，但终究是臣下。孟爱卿，是朕管教不严，朕这就责罚他。来人，重打30鞭，让他清醒清醒。父皇，停手吧！
儿臣知错了。疼吗，江辰？这才刚刚开始。上一世我受的痛，这一世我要你10000倍偿还。都给本宫住手！陛下，臣妾只有这么一个嫡子，你是想打死他吗？慈母多败子，他做出这种丑事都是被你惯的。臣儿是有些任性，可陛下日理万机，那些用宫闱小事来烦陛下的，又是何居心？就知道你会反咬一口，但你绝对想不到，这件小事早已引起民意沸腾。哼，小事，朕再不管管，百姓的唾沫行子就要淹了这把龙椅。母后，又是哪个奸臣进谗言了？闭嘴！淑仪，别闹脾气了。太子到底是你未来夫君，你看他打成这样，也不为他求求情。娘娘此言差矣，太子还没娶淑仪，难保日后不会宠妾灭妻。老臣今日前来，正是为了退婚。哎呀，说什么气话！淑仪和臣儿青梅竹马，不嫁给太子，天下哪有更好的位置？难道你要嫁给那些贩夫走夫不成？这副嘴脸，仿佛就没人要了。你以为没了孟家，你那蠢儿子能坐稳东宫？淑仪，那个宫女不过是个玩意儿，顶多给个侧妃，妨碍不到你们的感情。母后，你求他干什么？孟淑仪，你再摆架子，将来一定会后悔。还不认错？你的事已经引起滔滔民意，你是不想当太子了吗？这事已经传开，都说应该废了我的太子之位。陛下，臣女眼里容不下沙子，与太子缘分已尽，自愿撤去婚约，成全太子和那个宫女之邻。你是认真的？淑仪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你再考虑考虑，还不给淑仪磕头认错？什么？陛下，臣儿贵为太子，岂能给臣女下跪？若是不道歉，这太子之位他也别做了。淑仪，原谅我吧，是本殿下行为不端，一时昏了头。这都什么破事儿啊！孟淑仪，火撒够了吗？见好就收，不许再折腾了。上一世你隐忍数年，最后害得我家破人亡。这一世我不会向你当缩头乌龟，而是会一步步逼得你失去所有。臣女心意已定，请陛下成全。我已经做到这一步了，你还要怎样？这婚事当年可是你求朕下的旨啊！臣女孟淑仪恳请陛下赐婚。那时候我的确爱惨了江辰，为了他不惜成为百官笑柄。可现在我对他只有厌恶。孟淑仪，我已经做到这一步了，你还要怎样？知云虽是宫婢出身，但她堪比不屈的梅花，坚贞高洁，哪里比不上你们这些世家贵女？我只是让她做侧妃，你怎么就容不下她呢？即是如此，殿下该娶她做太子妃，何苦让她做个侧妃？殿下这份深情，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打了折扣呢？你胡搅蛮缠！我是太子未来的皇帝，我想娶谁就娶谁。够了！太子失德，罚禁足东宫思过。婚约之事，容后再议。陛下，陛下！孟淑仪，知云我娶定了。你若懂事，我还让你当太子妃；若不懂事，过门后有你苦吃。殿下别忘了，现在吃苦的人是谁？以往他对我百依百顺，这次怎会如此强硬？淑仪，皇上虽未明说，但看样子是不会同意退婚的。如今反而得罪了皇后和太子，你嫁过去之后，那对母子定会变着法子折磨你。爹爹放心，退婚虽然没成，但这只是第一步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我要江辰亲手杀了他的最爱，要他最后一无所有。奴婢见过娘娘。你还想不想当太子？孟淑仪那么爱我，让她闹几天，自会乖乖回到我身边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几个皇子都在虎视眈眈，若这期间他们趁虚而入，
后悔都来不及。母后，求你帮帮儿臣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贱婢去给孟淑仪道歉。只要她同意共侍一夫，你便还能得到孟府的支持，也就掌握了兵权。奴婢绝不会给孟淑仪低头。殿下不当太子正好，就没人和奴婢争了。看看，这就是你护着的女人。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要是你主子当不成太子，你就别活了。禀报小姐，太子殿下来了。淑仪，气还没消呢。殿下，你在金銮殿上的桀骜不驯呢？男人都要面子，你把这种小事闹到父皇面前，让我怎么下台？我这不是把芝云带来，给你赔罪了吗？孟小姐，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小姐要打要罚，奴婢绝无怨言。好一招以退为进，若是前世，我说不定真就心软了，但这一世，我只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死无葬身之地。夏儿，茶好了吗？小姐，我这就给你斟茶。殿下，奴婢头好晕。够了，孟淑仪，你非要这么狠毒吗？他都跪了半个时辰了，你就不怕传出去别人笑你煽动吗？不是说好赔罪吗？向我赔一句不是就算完了？往后我嫁入东宫，他是妾我是妻，晨昏定审这么护着，把东宫变成他的戏台子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孟小姐，奴婢心仪殿下，想在他身边照顾他，这难道也是错？真爱面前人人平等，凭什么你要拆散我们？真爱，人人平等。我孟家几代人马革裹尸，鲜血染红战袍，才换来今日的荣耀与尊严。你一个依附男人、只会爬床的奴婢，嘴唇一碰就想坐享其成，还敢妄谈平等，你也配？夏儿，掌嘴。是。什么你啊我呀的，好没规矩。太子再宠你，你也只是东宫的一个奴婢，在将军府轮不到你撒野。贱婢，敢打姑的人！殿下，你看清楚，这里是将军府，不是你的东宫。我的丫鬟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好你个孟淑仪，你不想嫁，我还不想娶呢。我这就去求父皇退婚。孟淑仪，到时候别跪下来就求我。孟小姐，好好的太子妃当不成，这下鸡飞蛋打了吧？鸡飞蛋打，死期将至，你还不自知呢。你说谁死期将至？今晚你便知道是谁了。夏儿，送客。孟小姐好手段，居然能让我大哥负荆请罪。四皇子，他又来干什么？四皇子消息倒是灵通，怎么看我和太子闹翻，特意来看笑话？孟小姐误会了，若你觉得那个宫女碍眼，我可以代劳，让她悄无声息的消失。你不怕得罪太子？要是怕得罪太子，我怎么会帮你散布消息？可这就奇怪了，若他为了争夺太子位，又何必清理芝云，帮我嫁入东宫？倒是孟府和东宫联手，他更没有机会当太子。怎么样，需要我出手吗？杀他自会有人代劳，而且是他最爱的人。江辰为了他不惜得罪孟家，甚至要退婚，怎么可能痛下杀手？不信，今晚乱葬岗见，我会请你看一出好戏。原来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，那今晚算是约会？小姐，四皇子看你的眼神似乎格外不同。那又如何？一个江辰让对皇室彻底心寒，姜望这么殷勤，不过也是为了拉拢孟府，趁机争夺太子罢了。母后，
孟淑仪软硬不吃，她这次是铁了心要退婚。大不了我不要孟家的支持，我只要知云。没出息的东西！你以为凭什么能坐稳这太子之位？你那几个兄弟哪个不是对东宫虎视眈眈？可他软硬不吃，儿臣还能怎么做？如今之计，只有那一个办法了。娘娘，殿下，请喝茶。知云，这些年你照顾太子辛苦了，以后你就不必这么辛苦了。还不谢恩？谢娘娘成全。知云成为太子妃后，一定更贴心的照顾太子。那孟淑仪不知好歹，若知道当不上太子妃，不知道得后悔成什么样子。是啊，对了，本宫今晚要去乱葬岗祭奠一位故人，你也一起去吧。是，皇后娘娘连这种隐秘的事都要带上我，肯定是把我当自己人了。孟淑仪，待我母仪天下，便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孟小姐，难道真是请我来看清风明月的？马上你就知道了，待会儿切记不可出声。娘娘，这里阴森森的，我们要祭奠谁？祭奠你！娘娘何必取笑奴婢？奴婢活得好好的，怎会要人祭奠？知云，这辈子都忘不了你。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奴婢不要太子了，奴婢不要了，求求您饶奴婢一命吧！奴婢什么都不要了，求你们饶过奴婢。若不是你给太子下药，怎会闹到如此地步？陈儿，还不动手！殿下，饶命啊！你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说过为了我可以放弃一切的。云儿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不能不当太子，别怪我。江辰，你不得好死！我看错你了，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只爱你自己。竟然真的动手了，孟淑仪，你真是料事如神。母后，这下踏实了。这么一来，孟府便再没有闹事的理由了。只是可惜了知雨。当断则断，明日你去求陛下，督促孟淑仪尽快完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是，但要是孟淑仪还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我这大哥真是无情啊！挖出来。怎么心软了？这么死，太便宜他了。啊！前世我受过的屈辱，这一世要百倍还之。孟小姐，没想到救我的人是你，以后我再也不和你抢太子了，我会找个地方，一辈子也不回来了。放心，我已经给你找好了去处。谢谢孟小姐。孟小姐，你说的便是这女子？没错，李公公，你可得好好对她。咱家谢过孟小姐赏赐，这细皮嫩肉的，比那宫里的娘娘还嫩，咱家一定好好疼爱。嫣然，孟小姐，求你千万别把我交给他们，到了他们手里，我会生不如死啊！落到他们手里的滋味，我比你更清楚。好好享受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不要！小娘子啊，想去哪儿啊？想捉迷藏，我们陪你。好凌厉的手段。觉得我心狠手辣，你可以去揭发。不，我对你从来都只有佩服。他看到我如此阴暗的一面，竟然一点都不讨厌我。传孟老将军及孟府千金孟淑仪上殿。据太子禀报，那宫女昨晚已经暴病身亡。是啊，孟老将军，我看这事儿就彻底翻篇儿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淑仪和太子的婚事提前吧。如此一来，太子不必背负薄情寡义的骂名，我也没理由继续争风吃醋。只不过我要的不是太子妃，而是让你们一无所有。臣女绝不嫁给淑仪，
以后太子将会独宠你一人，你还不满足吗？比起太子的宠爱，臣女更害怕某天也突然暴病身亡。孟淑仪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不肯嫁过来，那至于岂不是白死？太子殿下，你说谁白死了？你说谁白死了？孟淑仪，你真不肯嫁？是在威胁小女吗？孟老将军手握兵权，本宫怎敢威胁？只是本宫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陛下，以本朝律例，煽动民意是何罪名？原来皇后的后招就是这。本朝律例，煽动民意，实同造反，但谁敢这么大？臣妾也不知是何人，但那日东宫之事，臣妾已警告众人不可泄露，为何还是引得流言四起？幕后之人莫非别有用心？你是说，父皇还用怀疑吗？孟府本就兵权在握，如今又敢煽动民意，影响朝堂，我看接下来他们就要造反了。孟淑仪，好好的太子妃不当，非要当阶下囚，这下我看你怎么求！陛下，微臣若有此心，愿交出兵权，告老还乡。臣女恳请陛下严查此事，若是和孟府有关，臣女死不足惜；但若孟府是清白的，臣女要娘娘给孟府道歉，以正视听。淑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子给你孟府下跪道歉还不满足，还敢打本宫的主意！母后，就依他。父皇，既然孟府言之凿凿，儿臣这就请旨将孟府众人打入大牢，以免他们干扰。这还不拿人？不用查了。父皇，煽动民意的人是儿臣，与孟小姐无关。四皇子，你事情本来可以不牵扯到他，他为何主动担责？老四，怎么会是你？太子可是你大哥。父皇，太子沉溺女色，德行有亏，身为臣弟，儿臣只能出此下策，让他受到父皇责罚，引以为戒。这么说，你倒是一片苦心了。陛下，不能听四皇子一面之词，他要劝诫臣儿，大可面谈，为何要置臣儿于不义？看来皇后势必要置我孟府于死地，但她抓不住我的把柄，顶多坐几天大牢。四皇子，你为何一定要包庇罪魁祸首呢？娘娘说的对，刚才确实是我一面之词。其实我真正用意是借机扳倒太子。若太子被废，我不就有机会继位了吗？你想夺嫡？同为皇室血脉，我不比大哥差，为何不能有此想法？混账！朕还没死呢，你就敢为了权位陷害兄长，简直无法无天！儿臣知罪，请父皇责罚。带下去，让他在牢里好好反省。四皇子，你蹲几天大牢，换你为我红一次眼眶，值了。为什么？上一世我与他并无交集，这一世也只是利用，他为何要做到如此地步？傻子，真是个傻子。孟爱卿，事情已经查明，是朕的儿子胡闹，让你受惊了。陛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孤掌难鸣。四皇子想夺嫡，肯定和外官有联系。皇后的意思是我孟府和四皇子勾结，这还用说吗？你们孟府可是手握天下兵权，哪个皇子不想拉拢？也就是说，太子殿下答应娶我，也是为了我父亲手中的兵权。陛下，臣女虽然身处深闺，却也知道夫妻之道心意相通。既然太子殿下只把臣女视作工具，臣女恳请陛下同意退婚。为避免猜忌，臣也愿交出兵权，请陛下定夺。这，老将军，军国大事还得仰仗你呢。你们这是逼宫吗？陛下，孟将军仗着陛下信任，嚣张跋扈，不如就收了他的兵权。既是如此，太子和淑仪的婚事也就此作罢。陛下，臣告退。孟淑仪，虽然老四那个蠢货替你化解了危机，但如今你父亲没了兵权，以后可得当心。多谢娘娘提醒，不过兵事不详，请娘娘也提醒太子殿下多留心。淑仪，你觉得四皇子如何？都说他文武双全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爹是问你喜不喜欢他？傻丫头，谁都看得出他喜欢你，为了你不惜自毁前程。去大牢看看他吧。蹲几天大牢，换你为我红一次眼眶，值了。喜欢，我满心仇恨，双手沾满鲜血，可他却像一束光，硬生生照进了我的生活。
老四，你为什么要包庇那个贱人？大哥，本就是我做的，何来包庇？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做的吗？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承认，让那个贱人逃过一劫？因为我要他平安顺利。他竟然真的是为了我，没有算计，没有权衡，只有这傻得可笑的真心。贱骨头！身为皇子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非要捡我不要的破鞋？你疯了吗？闭嘴！不许你污蔑她，她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，是你瞎了眼，把珍珠当榆木，是你配不上她。不过是个只会舞刀弄棒、不知礼数的粗鲁丫头，哪点比得上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？也就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，才会把那野丫头当个宝。我就喜欢她英气勃勃的样子。10年前第一次见到她，我就知道，这辈子永远忘不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滚开！不许伤人！起来吧，胆小鬼！你不怕吗？怕，但我爹说了，咱们孟家的人就是死也要站着死。给脸不要脸！给我往死里打，打到他改口为止，打死无论。住手！敢对皇祖动私刑，不怕诛九族吗？是太子殿下的命令。孟淑仪，你居然敢擅闯天牢！好啊，你们俩果然有私情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贱人给我一起打，出了事本殿下担着。太子殿下，孟老将军保家卫国，属下岂敢对孟小姐不敬？哈哈哈哈！大哥，看来不是所有人都是忘恩负义的禽兽。什么老将军？如今他们已经没了兵权，就是没了牙的野狗，你们抓不抓？抓不抓？孟淑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对太子殿下动手！那又如何？难道娘娘又要去金銮殿上告御状吗？那正好，我也有一件事儿要找圣上评理呢。什么事？乱葬岗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计划。你要坐稳太子，就一定要拉拢孟府。因此，只要我提出退婚，你肯定千方百计挽回。我只是没想到，明明可以让你的白月光走得很安详，你却选了最残忍的手段。是你一直逼迫我才对知源下手，是你害死了他，害死了我最心爱的女人。太子殿下，害死知源的从来都是你，是你的野心和欲望。你也从来没爱过别人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不是的。晨儿，起来！不就是一个宫女吗？等你君临天下，什么样的3宫6院找不到，反倒没了兵权，孟家还能过几天安稳日子，到时候只能像条狗一样爬过来求晨儿收留。孟家从来不会求人。娘娘想必听过一句话，爱子如杀子，你早晚会自食其果。前世也就在这几天，边关受到蛮夷侵扰，陛下让父亲出征。那一战虽然保住了江山，但父亲手下精锐尽失，因此3年后江城才敢发动宫变。这一世交出兵权，其实是要帮父亲保存实力。这一次又是你救了我。谁让你这么多年还是没什么长进？孟淑仪，你敢把重犯带走，父皇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殿下去告御状吧。陛下知道有人把皇子打成这样，你猜会是什么罪名？四殿下这伤，若是您再晚去半个时辰，就算是华佗在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无论用什么名贵药材，必须保住他的命。这个太子也太胡作非为了。我本以为皇室子孙都如江辰那般薄情寡义，没想到江望竟肯为我连命都不要。所以我是不是又坏了你的计划？你担心的是这个？大哥要坐稳太子，就离不开将军府。他提起煽动民意之事，就是要逼你屈服。如今你救我，等同于违抗圣旨，
他肯定又会大做文章。那又如何？那你就只能嫁进太子府，到时候他会加倍报复你的。不，你错了，他已经拿到兵权，不会再有求于我了。抱歉，我害你们失去了兵权，但你放心，你若要杀人，我便为你递刀；你若要这江山换个主子，我便为你去夺了那把龙椅。只要你的复仇路上有我，只要你别把我推开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且安心休养，那江辰很快就会自断退路。荒唐！孟淑仪竟敢劫狱！来人，去将军府！陛下，800里加急，北方蛮族撕毁条约，就据20万大军突袭边关。孟老将军战死，连丢3座城池，敌军铁骑已逼近雁门关。什么？天哪，3座城池，这可是灭顶之灾呀！如今之计，只能请孟老将军率军出征了。对，快传孟老将军！好不容易从孟府手里收回兵权，又要还回去，不行！只要我打赢这场仗，谁还敢拿我撕毁宫女的事做文章？到时候我要孟家给云儿陪葬。父皇，不用派人去孟府，儿臣愿往。咦，这可是打仗！儿臣自幼熟读兵书，精通兵法谋略，区区蛮夷何足挂齿？请父皇给儿臣10万精兵，儿臣保证，不出3月，定将蛮族大王的项上人头悬挂于城门之上。太子殿下真龙之才，臣等附议，请殿下挂帅出征，扬我大齐国威。殿下有真龙之气护体，定能战无不胜。好，朕就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。朕赐你虎符，拜你为讨贼大元帅，即日点兵10万，火速出征。母后，儿臣终于拿到兵权了，只要儿臣凯旋，我看朝中那些老顽固谁敢不服？胡闹！你疯了吗？刀剑无眼，林老将军都战死了，你几斤几两，去送死吗？母后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在您眼里，儿臣就这么不堪大用？儿臣熟读兵书，兵书能当饭吃吗？那是瞬息万变的战场，你从来没带过兵，怎么可能对付得了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蛮夷？哼！为什么我不行？晨儿听话，咱们不要这个军功。你现在就去将军府，放下身段，去求孟老将军出马。只要孟家肯出战，就算把功劳分给他们一半，只要能保住你的太子之位，也值了。求孟家？母后，他刚在天牢里羞辱了我，您让我去求孟淑仪那个毒妇，我现在去求他，以后我还不是被他死死拿捏？我这太子当的还有什么尊严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是储君，岂能亲冒矢石？不，我偏要去。我要向全天下证明，没有孟家，我江辰一样能打胜仗。你，母后，木已成舟，圣旨都下了，我只是来向你辞行的。你既然非要去，母后拦不住你，但你必须答应母后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本宫在军中还有几个沾亲带故的旧部，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心腹。本宫会把他们安插进你的中军大帐。到了前线，你不懂排兵布阵，就多听听他们的意见。遇到大事，必须由他们拿主意。你只管做个坐镇中军的安稳柱帅，绝不能贪功冒进。听明白了吗？又是这套，在朝堂被父皇管着，在后宫被母后管着，连到了战场上还要听几个奴才的摆布。我才是太子，我才是这10万大军的大元帅。儿臣明白，母后放心，儿臣定会多听他们的意见。太子殿下亲征，肯定战无不胜。我们等着给太子殿下庆功。众将士听令，出发！遵
殿下，老臣有事启奏。姓孟的，你已经没了兵权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殿下，边关苦寒，敌军将领狡诈多端，绝非纸上谈兵可破。殿下此去定要步步为营，依靠城防耗损蛮夷粮草，方有破敌之机。老臣昨夜连夜写了。放肆！你是在教本殿下打仗吗？你以为这天下只有你孟家人会带兵？殿下，老臣一片忠心，那可是10万条人命啊！滚开！延误了大军开拔的时辰，本殿下拿你试问。孟淑仪，后悔了吗？我马上就要登基帝位，你本可以当皇后的，谁叫你不识抬举，不肯安分？臣女等着殿下凯旋。哼，这时候才知道拍本殿下马屁，晚了。本殿下凯旋之日，就是你孟府消失之时。必败，此去必败呀！10万精锐，完了！爹，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好言难狂妄自大，这跟头他必须自己栽下去，才会粉身碎骨。可惜，就算他真打了败仗，只要后宫里还有皇后为他撑腰，父皇最多也就是重罚他，断不会真的废除。那如果皇后没了呢？你什么意思？皇后在后宫根基深厚，怎么可能？殿下，好戏才刚刚开场，你只需要静观其变。众将士，来，蛮饮此杯。本殿下到了边关，那蛮夷必定闻风丧胆。这首战，咱们必拔头。殿下，大敌当前，敌军距离我军不过30里。斥候来报，敌军先锋营蠢蠢欲动，此时怎可饮酒作乐？老将军之言甚是。敌军势大，且骁勇善战，请太子殿下立刻下令加固营房，坚壁清野。稳扎稳打，王老将军老糊涂就算了，你们也被敌人吓破胆了吗？区蛮夷，就该一鼓气。殿下，兵者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呀！皇后娘娘有懿旨，在你们眼里，本太子就只能一辈子听母后的话。我看你们就是故意动摇军心，让本殿下难堪。殿下，殿下乃天命之子，有如神助。明日只要殿下一声令下，末将愿为殿下取那敌将首级。好，说得好，来人！末将在。王将军等人动摇军心，重则50军棍，然后将他们随军看押，看本殿下如何打胜仗。庶子不足与谋，大齐危矣！10万将士危矣呀！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李天将，传令3军全速追击，不拿敌将首级，誓不收兵。遵令，全军出击！王老将军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着，本殿下一来，他们就望风而逃。殿下，前方是断魂谷，地势险恶，易守难攻，而且我们的粮草补给已经跟不上了，恐怕有诈呀！还敢废话！待本殿下凯旋回京，一定请旨将你斩首。娘娘，末将愧对你啊！殿下，李将军为本殿下斩下蛮将首级了吗？不是，殿下，我们中埋伏了，大军已经被对方包围，快逃吧！什么？败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兵法，我的10万大军！撤！快撤！李将军护驾！快护驾！姓李的，我要参你！殿下，不能退呀！主帅一退，全军就完了！滚开！给我挡住他们！启禀陛下，算算时日，太子殿下应该与敌军交锋了。殿下用兵如神，定能一举击溃蛮夷。是啊，陛下，殿下有王老将军等一众老成持重的宿将辅佐，这场仗简直是手到擒来。
朝堂之上人才济济，并非缺了谁就转不动。孟老将军，如今有太子这种年轻人保家卫国，你不如解甲退田，好生将养身子。娘娘，殿下若能听进王老将军等人的良言，此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只可惜殿下出征之日，连老臣的首杀都弃之如覆没，老臣只怕凶多吉少啊！放肆！大军出征在外，你竟敢在这金銮殿上公然诅咒主帅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你当众贬低太子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皇上，孟老将军妖言惑众，动摇军心，臣妾恳请皇上治他大不敬之罪。孟爱卿，你这话确实过了。父皇，这是哪里来的暗杀东西？怎么闯进来的？太子殿下，臣儿，陛下您看，臣儿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一定是打了大胜仗，星夜兼程赶回来报喜的。母后，儿臣败了，10万大军全没了，敌军的铁骑已经逼近京城了。逆子，朕的江山毁于你手啊！10万大军就这么毁在你这个畜生手里！来人，朕要用这个逆子的项上人头去祭奠10万冤魂！逆子，朕的江山毁于你手啊！父皇饶命！父皇饶命啊！陛下，臣儿是一时糊涂，才中了敌人诡计。您杀了他，谁来继承大统啊？继承大统？朕的江山都要被他败光了，他还想继承大统？如今蛮族铁骑逼近京城，若是临阵斩将，只会动摇军心呐。军心，如今还有谁能稳住军心？满朝文武谁还能挡得住那些蛮夷？还有孟老将军，京城危在旦夕，只有孟家军能救驾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求孟老将军出山啊！你让我去求他，儿臣是太子，他不过是个臣子。想带着本宫一起死吗？滚过去求他！孟老将军救我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求您出山退了那些蛮夷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殿下折煞老臣了。殿下熟读兵书，尚且不能御敌，老臣一介匹夫，连兵权都没有，又如何能保得了京城？孟老将军，大敌当前，你就别推辞了。逆子，还不快交出兵符！孟老将军，这江山是你与朕打下来的，还望老将军看在黎民百姓的面子上，替朕再守一回。陛下，老臣愿领兵出征。这把老骨头实在无法亲自上阵春杀，怕是会误了军机。老臣恳请陛下赐一员猛将作为副将。孟老将军顾虑的是，陛下，不如就让太子以副将之身随老将军出征，一来让他将功折罪，二来也能让他跟随老将军好好历练。儿臣愿往，儿臣愿给老将军牵马追报。娘娘误会了，老臣要的人是四皇子姜望。孟老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四皇子可是谋逆的死囚。陛下，四殿下文武双全，有勇有谋，唯有他能稳住军心，与老臣配合默契。若非四殿下，老臣这残躯实在无力回天。传朕旨意，即刻释放四皇子姜望，赦免其一切罪名，封其为平卢大将军，作为副帅，随孟老将军即日出征。太子江臣丧失辱国，罪无可恕。即日起，力夺太子金印，逐出东宫，另寻府邸圈禁。无朕旨意，不得探视，违令者斩。此次出征，老夫定要将蛮夷赶出边关，永世不敢犯境。爹爹出马，自然百战百胜。只是为将之道，是坐镇中军，御敌于千里之外。孟小姐放心，国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本将军肯定对老将军言听计从，并拼死护他周全。我看四皇子是个虚心之人，比江辰那个草包好100倍。待凯旋之时，不如……爹爹慎言。姜望确实良配，但这一世，我心中所求已和上一世截然不同。前方何人？大军出征，速速避让！四皇子殿下，车里是老四，
你好大的威风！以为本殿下落难了，你们就能踩在头上了？我乃皇长子，难道要给臣子让路？皇长子，你淫乱公会之时，可想到了你是皇长子；丢掉10万将士性命的时候，可想到你是皇长子。孟淑仪，你敢指责本殿下？别忘了我母后还是后宫之主，早晚有一天我会东山再起。东山再起？你凭什么？乡亲们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，车里坐着的这个男人，就是那个为了抢夺军功、刚愎自用，害死了10万好男儿的废太子江辰。是他，就是他害死了我参军的儿子，还我儿命来！狗太子，草菅人命的畜生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反了！你们这群刁民反了！姓孟的还不回家？回禀殿下，军情紧急，老臣的兵还要赶赴战场呢。回去！淑仪，堂堂太子被你逼得像丧家之犬，幸好得罪你的人不是我。但还不够，一条狗若是没被打死，迟早会反咬一口。这次若不能大胜，我这次不为立功，也不会当什么太子，我是去拿能护你一世周全的筹码。等我打个大胜仗回来，我会帮你把剩下的棋局一步步推平。出发！是。皇后爱子建功立业，将全部心腹交给江辰，结果一场大败，这些心腹被并尽数诛没。如今皇后已成了孤家寡人，只等爹爹大胜归来，便是他母子2人的末日。小姐，这些都是您前几年熬夜给那个人准备的生辰礼，真的全烧了吗？烧，留着这些脏东西，只会脏了我们将军府的地。过去的孟淑仪已经死了，连同他那可笑的痴心一起烧成灰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淑仪，爹回来了。小姐，是老爷。恭喜爹爹，恭喜四皇子大破敌军。傻丫头，还叫四皇子呢？该改口了。改口？刚才进宫复命，陛下龙颜大悦，亲口承诺即日册封四皇子为太子，入主东宫。恭喜殿下，得偿所愿。我的愿望从来不是当太子。过几日，我要求父皇赐婚。赐婚？没错。我要拿着圣旨，亲自来将军府向你求婚。我要你做我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。殿下的心意，淑仪感激涕零。但我并不想当太子妃。为什么？我等了你10年，看着你追逐他的背影，看着你遍体鳞伤，我只想为你抚平伤。皇长，你淫乱公会之时，可想到丢掉10万将士性命的时候，可想到……好，我等你，多久都等。淑仪，四皇子对你一往情深，又立下这等不世之功，你为何拒绝？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废王？娘，女儿早就死过一次，又怎么会惦记一个畜生？天下男子可靠者寥寥无几，与其依附于别人，把自己活成菟丝花，不如倚靠自己。我本是磐石凌霄术，何须倚靠别人，掏心掏肺困在内宅为男人付出，反被他们辜负，当做踏脚石。可是天下女子本该如此，那就让我做第一个跳出樊笼的女子。我愿接替爹爹上战场，平四方。可我不会屈居男儿之下，我要他们仰望我。好，不愧是我孟家的女儿，有骨气，爹支持你。娘也支持你，只是那废王虽然倒了，但皇后还在后宫。只要皇后在一天，他们母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像毒蛇一样缠着我们。娘放心，狗急了还会跳墙，更何况是2只发了疯的恶狗。皇后她活不长。去给我拿酒！别以为杀不了你们，
我母后还是皇后，我早晚是太子，还是未来的皇帝。母后，你怎么来了？再有你胡作非为，我们娘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母后贵为皇后，母仪天下，谁敢动你？蒋望，本宫已得到消息，皇上准备册封他为太子。蒋望，他凭什么？凭他打赢了边关的仗，凭孟家倾尽全力支持他。他已经向陛下求了赐婚的恩典，等陛下正式下旨，他就会迎娶孟淑仪为太子妃。孟淑仪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我要杀了她！我要弄死孟家所有人！我要把他们千刀万剐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连个下人都使唤不动，你拿什么去弄死手握重兵的孟家和当朝太子？本宫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？废物！你说我是废物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本有机会迎娶孟淑仪，却在订婚当日为了个奴婢得罪孟府。我派心腹随你出征，你却刚愎自用，把他们全部害死，弄得我成了孤家寡人。你的所作所为还不是废物？是，我是废物。可是母后，你难道真舍得我丢掉太子之位？陈儿，你怎么还没明白？现在只有孟淑仪能帮你，你去求孟淑仪。只要她肯心软，只要孟家答应不退婚，凭借本宫在后宫的势力，再想办法拉姜望下马，你的太子之位就还有希望。你让我去求那个贱人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机会？你说的机会就是把我的尊严拿给别人践踏吗？是你毁了我，现在让我去求孟家，不过是想拿我的尊严去换你的皇后美梦。畜生！本宫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谁？没有本宫，你早就死在后宫的清雅里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你就是个离了孟淑仪什么都不是的废物，连姜望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闭嘴！我不许你说我不如那个贱种！放肆！你母后，娘娘，爱子如杀子，你早晚会自食其果。没想到最懂你的人竟然是孟淑仪，可惜我没听。死了！终于死了，终于清醒了！母后，母后，你醒醒，儿臣不是故意的，母后。你们看到什么了？奴才什么都没看到。说，你们明明看到皇后突发恶疾，不幸暴毙，立刻备马，我要进宫把这个消息告诉父皇。哦，谁说我不是孟家的对手？我会趁着你的葬礼，把孟家一网打尽，把老四杀了。父皇，母后她验驾了。你说什么？皇后她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？母后连日来忧思成疾，昨夜在儿臣府上探视，突然心绞痛发作，儿臣连太医都来不及请。母后临终前口口声声念着的都是父皇啊！皇后，朕的皇后啊！陛下，节哀呀！父皇，儿臣大不孝，未能尽孝床前。儿臣恳请父皇准许儿臣亲自为母后操办一场盛大的国丧，以全儿臣为人子的最后一点孝心，求父皇成全。罢了，你虽有罪，但毕竟是他唯一的骨肉。皇后验驾了，这么突然？宫里的人说是死于心疾突发。陛下得知消息后，心神不宁，新立太子之事也推迟了。婚姻不是儿戏，你再考虑考虑，还不给淑仪磕头认错？什么？陛下，臣儿贵为太子，岂能给臣女下跪？若是不道歉，这太子之位他也别做了。终于，江辰最大的靠山被他毁了，接下来就是他了。淑仪，死者为大，何况还是皇后。我已命人准备丧服，这次大葬
咱们一起去吧。皇后母仪天下，臣女自然该去祭吊。但爹爹可听过并宫惊变这出戏？淑仪，你是说不可能？爹，不管是不是，如此国葬最忌生乱。作为国之支柱，你要早做准备。为父知道了，你尽管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乱。大皇子刚被废除，如今又丧母，真是令人唏嘘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若是当初某家肯出兵相助，殿下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？如今皇后娘娘都被气死了，这孟家可真是功臣啊！孟老将军，以前都是我年少轻狂，犯了大错。母后临终前让我务必向孟家赔罪，多谢你们，还能来送母后最后一程。殿下节哀，因果报应，娘娘在天之灵，若知殿下如此孝顺，定会瞑目的。孟叔印这贱人，你尽管得意，等会儿本王就让你们孟家全族下去给母后陪葬。皇上驾到！臣儿，斯人已逝，生者如斯。你母后走了，朕就是你最亲的人了。只要安分守己，朕与你一世安宁。这亲王之位，谁也动不了。亲王一世安宁，殿下还不谢恩？父皇，你剥夺了我10多年的太子之位，让我成了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废人。你现在跟我说一世安宁，我要的是皇位，是天下！殿下疯了，我不见驾，不驾！谁敢乱动？殿外3000大军已经这里围得水泄不通，顺者昌，逆者亡，都给我乖乖跪下！大哥，你这是谋逆大罪，就不怕遗臭万年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四弟，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？陛下贤德圣明，你就不怕百官不服？百官不服，是你姓孟的不服吧？你仗着手里的兵权高高在上，连本王都不放在眼里。但此刻，你手里的兵权能救得了你吗？老将军，交出来吧。交什么？自然是兵符了。鼠辈也配问国之重器？嘿，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信不信我？你敢？孟淑仪，你装什么清高？真以为你孟府还能呼风唤雨吗？把虎符搜出来，谁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是，臭娘们儿，给脸不要脸！找死！孟爱卿，立刻传朕旨意，调集9门兵马，将这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。是。调兵，整个宗庙被我3000死士围得水泄不通，你们的命令根本传不出去。殿下怎么知道你那3000死士还活着？孟淑仪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我就是讨厌你自以为是的狂妄。今天你们孟家一个都活不了。殿下，我这就发令，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孟淑仪，等死吧！大胆，谁让你们杀自己人？孟老将军，3000叛军已尽数缴械伏诛。孟家军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姓孟的，原来你早就埋下重兵，想要伺机造反。殿下不必挑拨离间，若非淑仪提前洞察你的狼子野心，提醒老夫调拨精锐防范，今日陛下已经遭你毒手了。看来母后和我都看走眼了。当初诱他定下婚约，只是为了孟府手中的兵权，对他本人并不在意。却不料得罪他之后，我和母后步步落入算计，最后我竟从万人之上的太子沦落成了逆贼。儿臣愿意在皇陵给母后守墓，一辈子不问世事。这段时间，你先是被废太子之位，紧接着又受丧母之痛，心中难免不平。有的说，大皇子虽然犯下大错，可毕竟是皇后唯一的血脉，附和陛下饶他一命，也情有可原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一定要你不好过。既是如此，朕便饶你。陛下，天下谁都可以给皇后娘娘守墓，唯独她不行。你闭嘴！这是皇家家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挑拨我们父子亲情？你挟持陛下的时候，可想过父子亲情？本殿下说了，那是一时冲动。娘娘呢？陛下，娘娘身子一向硬朗，为何去了一趟废王府就突然暴毙？是不是大皇子殿下太在乎亲情，照顾过头了？娘娘并非病亡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孟小姐言之有理，
昨日听闻娘娘死讯，您悲痛欲绝，心神大乱，加之太子殿下一直哭喊着亲自操办丧事，太医院那边却是连个详尽的脉案都没来得及写啊！开棺，朕亲自验尸，谁也不许碰母后。父皇，母后已经后世了，难道还要让她死后受辱吗？来人，开棺！不要啊！好大的胆子，好歹毒的心肠！这就是你的孝心，这就是你的亲情。亲手弑母，禽兽不如，十恶不赦，简直是畜生！亏他还在这里哭丧，原来贼喊捉贼！父皇，是母后逼我的，是她逼我害死了知云，还逼我去求孟淑仪。父皇饶命，我可是您亲生儿子啊！传朕旨意，逆贼江辰丧心病狂，弑母逼宫，即刻褫夺江姓，剔除宗族玉牒，将这畜生打入死牢，严刑拷打，秋后处决。晨儿，你怎么还没明白？现在只有孟淑仪能帮你，你去求孟淑仪。淑仪，我们两小无猜，我瞎了眼辜负你，你给父皇求求情，让他留我一命吧。江辰，你还记得上辈子如何对我的吗？上辈子？是啊，他怎么记得上辈子的事？但已经不重要了，他获得了应有的下场，而我也获得了新生。还不带走？我是太子，我是未来的皇帝，我要君临天下，把你们都杀了！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临狱以来，精精图治，不敢少待。然念天命有终，神器匪轻，唯太子将望朝野归心，可罪成大统。诸王文武百官及同心抚慰，共安天下。钦此。皇上万岁，万万岁！孟淑仪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还想来羞辱我吗？羞辱你？你现在连条狗都不如，还需要我羞辱？我来是给你带了一位老熟人。云儿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玉儿，当初活埋你都是那个老妖婆出的主意，我也是被逼无奈。你相信我，我心里只有你。只要我们能熬过这一关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，把你捧在手心里。以后，殿下，你即将被处斩，哪里还有以后？姜望那个贱种登基，为了笼络人心，肯定要大赦天下。顾及皇家的颜面和名声，一定会把我放在赦免的名单上，我肯定能活下来。姜望确实会大赦天下，江辰的名字也确实在名单上，但我不会让他等到那天。云儿，等我出去了，我们去过男耕女织的日子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好不好？好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殿下，云儿吃的苦太多了，心里害怕，殿下能给云儿温柔的拥抱吗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甚至我的一切。我不要你的一切，我要你死。原来殿下也知道痛啊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我在太监院过的什么日子吗？那些阉人就像疯狗一样，我每天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可那是孟淑仪害的，是他把我送给那群太监的，但我不怪他，反而还要感谢他。没有他，我怎么知道你就是个禽兽？为了那把虚无缥缈的龙椅，你能亲手活埋挚爱，甚至掐死自己的亲娘。疯子，你是疯子，孟淑仪也是疯子。孟大小姐，你能把她交给我，让我好好照顾她吗？准。江辰，前世的债我们两清了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让我沦落于阉人之手。这一世你也失去了一切，甚至成了阉人。殿下，你不是说连命都可以给我吗？怎么才拿了你一点东西就舍不得了？贱人，老子要你的命！
明明很快我就可以出去了，你……这下我们终于可以一生一世一双人了。哎呦，孟小姐，您怎么在这么暗飒地方？李公公，你有何事？新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老奴正要进去宣读圣旨，将那废王江辰改为流放3000里呢。公公不必进去了，他已经听不到旨意了。这是何意？废王江辰与宫女之云在牢内发生内讧，互相残杀，已经双双毙命了。哎，这早不死晚不死，怎么死在这个节骨眼上？这也太可怜了吧！孟小姐实在是高啊，又替圣上拔了一根刺。老奴在此先恭喜孟小姐了，圣上已经着人女旨，您马上就要母仪天下，做皇后娘娘了。多谢公公吉言，但我永远都不会成为别人的皇后。淑仪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刚才宫里传来消息，陛下要亲自来下品，你啊，终于熬出头了。这下你终于能有个好归宿了。即刻起，孟氏诛九族。江辰，你背信弃义，我杀了你！爹娘，我绝不会进宫当那个所谓的皇后。爹知道你不慕权贵，可陛下对你的情谊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他可是冒死救过你的，爹相信你心里也是喜欢他的，对不对？陛下对我的至诚，便是冰山也会被融化。若他是个普通人，我愿意为了他洗手作羹。那你为何要说绝不进宫？可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皇帝。你们忘了江辰是如何对待我的吗？我相信陛下和废太子不是同一类人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今日将望爱我，愿为我舍弃性命。可明日呢？5年、10年后呢？当他尝到权力的滋味，孟家这手握重兵的家乐就会成为他心中最大的刺。你是说他会对孟家下手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永远也不会有那天，但我绝不拿孟家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帝王会不会变心。前世我就因为喜欢江辰祸害了整个孟家，这一世我不求富贵，只求阖家团圆。爹明白了，既然你不想嫁，那便不嫁。我们孟家有从龙之功，他姜望就算是皇帝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爹这就去进宫，宁可抗旨，也绝不让你去受这等委屈。爹，不可！新帝登基，正是要树立皇封威望。若此时抗旨拒婚，孟家必死无疑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只能看着你往火坑跳吗？抗旨是死，嫁过去你又要受尽煎熬，难道我们孟家就没有活路了吗？大不了也带着兵马。你想孟家遗臭万年？爹娘，女儿早就想好了退路，既不用进宫，也不会连累孟家。什么退路？挂印辞官，悄然离京，彻底隐退。交出兵权，那可是孟家几代人的心血。再说了，没了兵权，我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。恰恰相反，孟家在军中的权威，早非一枚小小的兵符可以衡量。此刻交出兵权，反而是以退为进，会使孟家声望更盛。即便远在江湖，也可以震慑朝野。看来我真的老了，这辈子只懂战场厮杀，与人心的洞察远不及我女儿。既是如此，我便交出这枚兵符，只要一家人平安、荣华富贵，不要也罢。爹爹稍等，女儿还有一封信要给陛下。立刻收拾，咱们这就离京。世人皆说女子要安分嫁人，管好内宅。然而这一世，我要走一条无人走过、极为艰辛的路，那便是不依附于任何人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淑仪，朕等了你10年，终于能把全天下最好的都捧到你面前。从今往后，再也没人能欺负你，也没人能分开我们。怎么了？禀告陛下，孟府门户洞开，却无人迎驾。老奴已经派人去催了。孟家竟如此傲慢。罢了。启奏陛下，将军府中空无一人。据说1个时辰前，将军府所有人等已收拾细远离开。淑仪跑了，在朕满心欢喜来娶她的时候，带着整个孟家跑了。她仗着孟家手里的兵符，竟如此任性。陛下息怒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兵符？
孟淑仪，朕何时亏待过你？你宁愿放弃兵权，也要逃婚，你就不怕朕治你死罪吗？陛下，孟府欺君罔上，臣立刻派兵将他们缉拿归案。等等。罢了，不必追了，回宫。姜望，不，陛下，见字如面。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带着父母离开了那座吃人的京城。你我皆知，孟家功高震主，这枚兵符迟早会成为你我之间猜忌的利刃。我劝父亲挂印辞官，交出兵权，换孟家全族一个千古佳话，也换你一个盛世明君的清白名声。望你化小爱为大爱，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。若你将来昏庸无道、薄情寡义，我孟家虽不在朝堂，但余威犹在。我定会杀回京城，另立新帝，勿谓言之不预。来了，喝茶吧。3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你倒是变了很多，比以前更成熟了。是老了，这3年我不敢有丝毫松懈。你的那封信，如同一把利刃，悬在我的头顶。我知道，他们都说你是个好皇帝，可这不是我要的。淑仪，我废除6宫，后位一直空悬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不，江南的烟雨，自由的风，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陛下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无期，保重。我本是凌霄术，何须倚靠别人？母亲说我走了一条艰辛的路，总要有一个人先站出来。我宁可这人是我，替天下没有出路的女子开出一条出路。